祖传的地域黑，在我们生活当中，地域黑现象非常常见。你比方说有新闻说河南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保准一群人在底下留言说河南人就这样，不稀奇。再比方说东北人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也会有一群人说不意外，东北人都这样。更有甚者呢，会在网络展开极端的辱骂，用标签来定义某个省份的人，比方什么河南人偷井盖啊，东北人黑社会啊，广西人搞传销啊，云南人卖白粉呢，广东人啥都吃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我们今天高度强调和谐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和谐的地域黑现象呢？这是因为地域黑不是今天才有的，它是个祖传思维，咱们老祖宗那儿就有，而且我们世世代代呢都受地域黑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有些固定思维。其实古代的地域黑现象比现在还要严重，而且从先秦时期呢开始就有了，有的地方被黑得一塌糊涂，甚至一黑到底，永世不得翻身。那么今天呢，老梁同学就给大伙儿来追溯一下地域黑的历史，看看老祖宗们究竟为什么要地域黑，又是怎么地域黑的。要说古人怎么地域黑，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编故事。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成语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有意思，而且通俗易懂，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可是我要说的是呢，所谓寓教于乐呢，这是现代人赋予成语的作用。其实有一些故事最初创造这个成语故事不是寓教于乐，就是单纯的地域黑。比方说我们熟悉的成语杞人忧天、郑人买履，你从字面意思就知道这就是地域黑。杞人忧天，齐国人；郑人买履，郑国人。你说一个担忧天塌下来的和一个买鞋比较刻板保守的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给他贴上标签就是杞人郑人呢？那他就是个个体一下就给贴上地域黑的标签。所以这杞人忧天和郑人买履是比较直白的地域黑，还有一些不直白的。你比方说拔苗助长、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画蛇添足，其实这些都是为地域黑而编的故事。可能有人不同意，说这些故事怎么就地域黑了呢？你听我说，这原因有3点。首先，这些成语的主人公的背景都一样，不是楚国人就宋国人。你把这些成语里头凡是糟践人的这个成语，你把它翻出来，你看这成语故事原来大多数不是说楚国人就宋国人。第二呢，这些主人公都是那种痴呆捏傻的，说白了就傻瓜一个。第三呢，这些故事都不是楚国人和宋国人编的。所以这个其中的嘲笑挖苦和讽刺说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地域黑。上面这些成语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咱就不讲了。我给大伙讲一个不熟悉的。这个故事呢叫曹商弑痔。说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弑痔什么意思？是舔舐，痔是痔疮，你听着挺恶心。这个曹商是宋国人，被宋王呢派往秦国做使臣。他启程的时候呢，宋王送了几辆车给他当交通工具。这个曹商来到秦国之后呢，对秦王百般献媚，百般讨好，博得秦王的欢心。秦王赏给他100辆车。这么曹商带着秦王赏这100辆车呢，返回宋国，就见到了著名的哲学家庄子。他掩饰不住自己得意之情，在庄子面前就炫耀，他说你常年居住在比较窄的小巷深处，穷困潦倒，整天呢就靠编点草鞋卖来维持生计。你说你饿得面黄肌瘦的，你这样的日子我曹商一天都过不下去。你看看我我这次奉命出使秦国，凭我这张3寸不烂之舌，2行伶俐之齿，赢得了拥有这个万辆军车的秦国这秦王的赏识，一下就赐给我新车100辆，这是我曹商的本事。当然庄子对曹商这种小人得志的面孔非常反感，他就不屑一顾的回敬，但我听说个事儿，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招了很多医生，对他们当面就许诺，凡是呢你给我把这个脓疮挑破了的我就赏你车1辆。你愿意给我舔这个痔疮让我疼痛减轻的，我就给你赏车5辆。治病的方法越下作，所得的赏赐越多。我看你得了100辆车，你是不是给秦王舔了20回痔疮而且是十分卖力吧？要不他怎么赏你这么多车呢？你这种肮脏的行为你这个人你赶紧给我走远点吧。曹商听了之后是羞愧难当，他也说不过庄子，骂不过庄子，灰溜溜走了。所以你看后人编这个曹商弑痔这个成语，就把宋国人黑的最惨的一个故事。可见当时宋国多不受人待见。
那为什么说宋国这么容易招黑呢？这是因为宋国当年有一个国王宋襄公，这个人实力没到那儿，还假装大尾巴狼，留下了很多笑话。当然有人说呢，他很仁义，可是这个仁义呢，在面对虎狼之师的时候呢，显得如此不明智，如此有点痴呆捏傻。这个宋国呢是商朝的后裔，商朝我们知道跟周朝打仗战败了吗？战败之国，所以宋国人天生自卑，常以亡国之疑自称。到了宋襄公这时候呢，他想咸鱼翻身。当时呢，春秋五霸的头一位齐桓公刚病死，齐国上下一片混乱。宋襄公呢，协助太子昭登上王位，树立自己名望。所以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他一直是诸侯国的霸主。去世之后呢，诸侯霸主之位就空缺了。所以宋襄公就想借这机会仿效齐桓公，确立自己是霸主地位。你没想到，你哪有那两下子呀？你宋国实力也不够啊，所以他不自量力，就弄出很多笑话。宋襄公呢，首次会合诸侯，并以盟主之位自居呢，就引起了齐国的国王和楚国国王的不满。宋襄公自作主张，没经齐楚同意呢，就约定这一年的秋天呢，再次在孟地会合诸侯。孟地是哪儿呢？就是现在河南洛阳市的孟津县。在去往孟地之前呢，宋襄公的这个哥哥呀，公子穆仪就劝他说：“你带上军队吧，以防有变。你到了生地方，你万一出事呢？”是因为楚国人不讲信用是出了名的。结果宋襄公这个大尾巴狼劲儿上来了，哎呦，我自己提出不带军队的，我跟楚国人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守信用呢？他没带军队就去了。到约定之日，果然楚国早就埋伏好军队了。宋襄公和楚成王呢，当时因为争当诸侯霸主呢而发生争议，楚成王马上命人抓起宋襄公来，把他带回楚国囚禁去了。后来鲁国出面调停呢，他才被放回来。宋襄公呢被楚王捉弄的受了奇耻大辱，他咽不下这口气啊！你说打楚国，国力又比不过人家，就找看不顺眼而且又亲近楚国的郑国出气。结果受到威胁的郑国呢向楚国求救，那楚国自然全力相助，于是派重兵攻打宋国。这么两国军队呢，在洪水这河两岸拉下架准备开战。宋襄公呢本来可以在楚国军队渡河的时候给楚国致命一击，这叫渡葛未济，击其中流。就是船呢还没有到岸的时候呢，你在他河中线上打他，他往往他不好弄。可是宋襄公觉得这样太不仗义了，我是贵族啊，我哪能干这事呢？所以我是仁义之师啊，非等到对方摆好阵势做准备好了之后再打仗。结果呢，敌强我弱，可想而知。最倒霉的宋襄公还被楚军呢一箭射中大腿，受重伤，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宋襄公呢就成了一个大笑话了，很傻很天真的代表人物，连带宋国人也成了人嘲笑对象。所以每次编故事，你看这春秋那时候基本上都是糟践宋国人的，主人公必是宋国人。所以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地域黑的方式也不断改变。到了唐宋时期呢，地域黑已经不限于对某个地方的歧视，而变为南北方互黑。相比之下呢，北方更严重，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呢那时候在北方，所以他们对南方的地域黑就已经变得很严重了。唐宋时期呢，被黑的最惨的要说岭南，因为岭南呢就咱们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这个岭南那个时候呢经常是流放犯人的，而且一直到唐朝，我记得张九龄当宰相以后，这个中原地区跟岭南地区才开通出几条道路来，以前甚至都没有道。所以岭南呢很偏僻，岭南当时就是犯人流放之地。为什么流放这个地方呢？岭南呢荒芜贫瘠不毛之地。你看诸葛亮《出师表》里写故五岳杜庐深入不毛，这个不毛之地其实就是指岭南。不仅如此呢，岭南还是烟瘴之地，就所谓瘴气，在南方山林当中这个湿热蒸都能导致人治病，这些就是最后得了重病。它是这种气体是有毒气体，称之为瘴气。那么对于初到岭南的北方人来说是很受不了的。所以当年很多流放的犯人刚到岭南就病死了。你想一想，能在岭南这种艰苦条件下生存下来的人，那一定是身强力壮很彪悍的。所以当时岭南人呢被北方人地域黑称作辽子。辽是啥？就青面獠牙的辽。辽子就指这人很彪悍很凶恶，说不好听点就简直就禽兽。你说这称呼多难听。咱举个例子，唐朝当时有个官员叫韦铿，就是铿锵玫瑰的铿。他同朝为官的呢
一个人叫邵炯，一个人叫萧嵩。这两个人呢是南方人，和这韦坑关系很不好。这个邵炯呢，这人鼻子很高，萧嵩的胡子特别多，两人长相跟鲜卑人有些类似，所以韦坑嘲讽他俩说：“一双撩子着飞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庭前耐且力，自灿身品世间毛。”意思说呢，这两个撩子呀，穿着红色的官袍，一个胡子多，一个鼻子高，俩人相对而立，还互相作揖呢，说对方长得真好看呐，怎么的。其实这是讽刺这俩人长得难看。你要是讽刺这俩人难看，你长得帅也行，偏偏作为北方人，这个韦坑呢，自己长得又不怎么样，又矮又胖，跟个小地缸似的。所以这个呢，邵炯就对他进行还击，说你呀，飘风忽起团团旋，倒地还如着脚锤，莫怪殿上空行事，直为元妃五品才。意思说你韦坑正站着呢，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来了，把你吹得团团转呢，你跟小地缸似的转呢，倒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只能用脚不断的踹着这地想站起来。真不要怪皇帝不给你事做，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这才能，你都配不上五品官职。说白了，韦坑什么长相呢？长1米宽1米，摔倒的不知从哪边起，跟圆球似的。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北方人的韦坑呢，对南方来的邵炯和萧嵩是十分歧视的，所以才用撩子这个称呼。与之相对呢，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人，所以进行了还击，说的也挺狠。就说那时候唐宋时期，南北方的地域黑就广泛存在。那么除了撩子这个词儿之外呢，北方人还经常用南蛮来称呼南方人，意思说他们是来自南方的蛮夷之地。在清朝乾隆年间呢，有个著名学者叫窦光鼐，他主持浙江乡试的时候，就考举人的时候，提出要以南蛮五蛇之人作为命题，就鹦鹉学舌。这明显是对南方人的歧视和侮辱。南方考生非常愤慨，强烈要求这个窦光鼐呢赔礼道歉。这窦光鼐呢知道民愤难平，所以做了一首诗，说对南方考生说我做这首诗，你们要能用你们家乡话给我读出来，我就立马道歉。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能读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窦光鼐是山东人，他做这首诗呢，后来广泛流传在山东，名叫别蛮诗，意思是区别于南蛮的诗。为什么这个诗南方人读不下来呢？这就是发声的问题。就是这个诗的每一句的声母那字儿都是一样的，而且呢里头还有不少卷舌音和切齿音，跟绕口令一般。北方人读没问题，南方考生没法读出来。这诗怎么写的呢？官阁居官久寂经，朝臣承宠出重城，散心萧寺寻僧序，闲戏花轩向小行，情切辞亲催寸草，平袍蓬被匹飘平，生身盛世诗书史，满目盲民目官明。你看我是北方人，我读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一个南方人读这个，就声母都一样的，卷舌音多切齿音多，他真读不下来。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说绕口令，不管多难的吃不豆皮这什么的，那湖南人都能说上来。但有一个绕口令湖南人打死都说不上来，有个面铺面冲南，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摘了棉布棉门帘，还是个面铺面冲南。就这个绕口令湖南人就没法说，为啥？湖南人呢了不分有个面铺面冲南，挂了蓝布棉门栏，他呢了不分。所以你让他说这个其实严格说他也不算地域黑，就一个地方方言发生的一个独特方法。所以你想当时窦光鼐做了这么首诗，这可以看出来对南方人歧视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大的嘲讽和歧视。除此之外呢，在那个时期呢，还把福建人视为眼中钉，说福建人招谁惹谁了，说是不是也是福建人糊不分？不是。北宋初期呢，宰相和重臣大都为北方人，后来随着科举考试录取人数增加呢，南方大臣逐渐进入官场，其中福建人最多。北宋的时候，宋真宗时期呢，部分福建官员呢采取抚惠天书封禅逢迎造神运动勾结是刘娥皇后抢办夺权这些方式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心，这就引起了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士大夫的不满。福建官员的所作所为呢，在北方官员看来非常不光彩，于是就用福建子这个外号来讥讽他们人品上瑕疵，说他们是小人，这福建子缺德，这福建子差劲。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更严重了，因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当中有很多人是福建人，
反对王安石变法，像司马光这些保守派就说这些福建人反复无常，两面三刀，最后连累的这个把王安石也骂成心术似福州，就是你呀，你也像福建人，你虽然不是福建子。到后来王安石呢在变法失败之后呢，他也开始骂上福建人。为什么在变法当中和他搭档的福建官员吕惠卿呢，不仅背叛他，还企图陷害王安石，心目当中愤恨难平。变法失败之后呢，就也开始骂福建子来进行发泄。从此之后呢，福建人更不受待见，甚至哪个人做事差劲，马上别人说你是移乡福建子，就是你其他地方的福建人，就你虽然不是福建出生，你这人性也次。你看福建子这仨字就说明那个时候福建人被地域黑严重到什么程度。那么也许是对南方人成见太深呢，以至于当时的官场对南方官员的任用都受到影响，甚至公然提出呢南方人不予重用。你看宋太祖赵匡胤在卧室的石碑上呢刻字告诫子孙，叫后世子孙无用南士做相，内臣主兵，就说我的子子孙孙不能用南方人做宰相，不能用宦官当这个带兵的将领。而且还说呢，男人无得做相，谏官见男人做相者杀谏官，朕子孙用男人做相者无得入祖庙。就南方人不能当宰相，你谁要推荐当宰相，那就杀你。我的子子孙孙如果用南方人做宰相，你死后不能进祖庙。你看这话说的多狠。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就想任命这个江西人，他是江西新余人，叫王钦若，想任命王钦若为宰相。当时呢，另一位宰相王旦马上站出来表示反对，说老祖从来没用过南方人做宰相，这绝对不行，我作为宰相我得阻止皇帝。结果宋真宗呢听了王旦的话，没办法，就放弃对王钦若的任命。一直到王旦死了之后，王钦若才坐上宰相。对此王钦若愤愤不平，说为王公迟我10年做宰相，因为你姓王的呀，耽误了我10年做宰相。但可惜这王钦若不争气，这是个奸臣，所以更加毁了南方人的声誉。那么出身陕西籍的一代名相宋朝的寇准，就杨家将领的寇老心也曾经说过，说南方下国不宜多官士，意思是南方人不宜做官。甚至在状元人选后期确定的时候，寇准多次主张把南方考生换成北方考生，并自豪地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可见地域黑的观念在当时人心里是多么根深蒂固。那么老祖宗地域黑呢，多是因为显示强大或者利益之争。在我们现在这社会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那再出现地域黑呢，只能说明思想狭隘，不够宽容，或者就是你心理变态，要发泄自己的情绪。要知道地域黑的危害不仅是精神上的侮辱，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某个地方人的生存权利，形成社会不公。如果有人就此破罐子破摔，那就会对社会构成新的危害。所以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摆正心态，把地域黑这种低级趣味从你的生活当中剔除出去，用宽容来促成我们中华大国的期待。巴黎圣母院的中国防火经。今年巴黎时间4月15号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法国象征性的建筑物巴黎圣母院呢发生了严重火灾，塔尖在大火当中坍塌，屋顶呢有2/3呢被破坏。所幸的是呢，主体建筑还得以保存，并且多数艺术品呢幸免于难。目前呢，圣母院内的主要文物以及多幅的巨幅画作已经被安全转移到卢浮宫博物馆。而圣母院呢，也在社会各界的期盼之下包括有一些大的这个商人呢出资捐献，有望在5年之内呢修复完成。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在我们的新闻里跟火灾有关的事儿挺多。你包括咱们国内像那个四川的凉山大火还有响水化工厂爆炸这些等等都跟火有关。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火灾发生的这个例子应该比西方历史要多。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中国的建筑跟西方建筑不太一样，西方建筑很多呢是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的，而中国历史上呢木结构的建筑特别多。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呢一些宏伟的历史建筑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的事儿是比较多的。咱大家耳熟能详，你比方说这个圆明园阿房宫，这会一烧起来救都救不了。所以中国有句话叫老房子着火更难救，就这个意思，因为木质建构的非常容易着火。
而且一旦要着起火来，你很难把它抢救过来。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就说说，针对巴黎圣母院这种情况，中国古代它的建筑出现的火灾状况以及防火都是怎么进行的。那么圆明园阿房宫这个大家太熟了就不提了，我先给大伙儿先说个例子，就是武则天时期的明堂大火。什么是明堂呢？这是在公元688年的春天，武则天呢在洛阳紫禁城内呢，建了这么一座明堂。这明堂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古代帝王啊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是祭祀啊、朝会啊、庆赏啊、选侍等大型典礼都要在这儿举行。所以武则天公元688年建了这么一个明堂。这个明堂呢，可以说气势恢宏，非常壮观，有吞吐天地、包罗万象之气。武则天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万象神宫。根据这个《24史》里边《旧唐书》记载，明堂呢总共3层，底层是个四方形，四面呢颜色不一样，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呢有12个面，效法一天呢12个时辰。顶层是个圆形，四周的环绕的是9龙雕塑。中间呢有周长15米左右个巨型木柱，上下贯通。咱们很多人可能看过那个大唐狄仁杰啊，就是我说这个徐克导的那个系列，那里边大家看到那种建筑啊，就是刘德华、梁家辉演那个其实就是以历史上的明堂为主要的原型的。它这中间周长15米巨型木柱，上下贯通。那个底边呢是正四方形，大概呢边长是90米，高呢是88.88米。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木构建筑，也是唯一一所楼阁式的皇宫正殿建筑。那么在公元693年的正月15呢，武则天呢按例呢要在明堂开法会，他让谁负责这个事儿呢？薛怀义。薛怀义是谁呢？这个历史也有明确记载，他是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薛怀义原名叫冯小宝，本来是洛阳城里一个卖野药卖假药的这么一个主，因为呢长得很英俊，还能说会道，就被武则天的干女儿千金公主相中了，把他买下来呢，送给寡居多年的武则天当男宠。为了避免呢外人知道这事儿，也便于出入宫中呢，武则天让冯小宝削发为僧，又让他改姓薛，叫薛怀义。为什么呢？就是跟他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变成族亲，这不就掩人耳目吗？他身份就名正言顺了。然后经常借诵经为由这扮成和尚吧，出入紫禁城，和武则天俩人反正打得火热。那么当时武则天呢对他非常宠爱，专门给这薛怀义建了一所白马寺在洛阳，让他担任主持。薛怀义呢也算知恩图报，在浩如烟海的佛经里找到一部大云经。这个大云经里记载一个女人统治国家最终成佛的故事，这不就给武则天当女皇当皇帝提供了经典依据吗？武则天还信佛。所以武则天称帝以后呢，薛怀义常以功臣自居，就变得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在洛阳城里横冲直撞，谁要躲避不及就得撞个头破血流。别说平民百姓，一些达官显贵都怕他。而且这个薛怀义呢还看不上老道，这老道有头发他没有所以他把老道抓过来都剃光头你跟我一块当和尚吗？所以老百姓和文武大臣呢对薛怀义所作所为很痛恨，多次向武则天请求要严惩薛怀义。武则天呢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继续任由薛怀义胡闹的话呢，会激起民愤。再加上他当时呢又有了这个张宗昌、张易之这些新宠，慢慢对薛怀义就冷落了。薛怀义呢也知道自个儿嘚瑟的有点过分了，所以就想借着武则天这次正月15办法会，让武则天再次宠信自己。薛怀义就开始积极准备，他让人在明堂的地下呢挖一个5丈深的大坑，把佛像埋在里边，又用这丝绸彩带呢搭一座模拟宫殿。这是个精心设计机关。武则天到明堂之后呢，薛怀义指挥手下把佛像从坑底一点点拉起来，一直拉到彩绸搭建的宫殿之中。这就好比这老佛爷进宫殿了，这是很有创意的，也有象征意义。那薛怀义呢也怕这个画面还不足以震撼武则天，又想一招，他用牛血画了一个200尺高的大佛像，挂在明堂之中。他对武则天说，这是他割破膝盖用自己血画成的。武则天也不是傻子，
你人就那么点血，画这么一个佛像，你还能活吗？再说，这佛是有好生之德的，怎么能让你用血画他像呢？所以武则天呢，淡淡一笑，也没表出什么感动。结果薛怀义很受刺激，他想：好你个老太婆呀，用我的时候跟我浓情蜜意的，有新宠了你就不理我了。他在这种心理之下呀，有点变态了。他就在第二天，就正月15第二天，正月16夜里，这薛怀义就要报复武则天，怎么的呢？他跑到跟明堂相邻的，也有一个那么宫殿式建筑叫天堂，在明堂旁边，他就放一把火烧着天堂。其实他烧着天堂就跟小孩啊，为了引起家长注意干点坏事一样，就想要做出点事儿来，让武则天看看。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风太大了，火箭风势啊，封住火威，迅速蔓延，很快天堂烧成一片火海。大伙继续蔓延，把明堂也给点着了。这个《旧唐书》里记载，当时大火呀烧了整整一晚，把整个洛阳城照得如同薄昼。天亮之后，大火灭了，可是这壮丽的明堂变成了一堆焦土。这明堂着火的时候呢，武则天在皇城正门外啊赐宴百官。得知消息之后呢，武则天很厉害，马上封锁消息。他知道这个事儿呢，不仅丢人，还涉及到自己私生活，传出去不好听，所以就对百官说，是明堂内的工作人员不是烧了佛像，祸及天堂明堂着大火。虽然出于自保呢，武则天呢给薛怀义拦下罪名，但是他心里恨透了薛怀义。最终武则天秘密的把薛怀义处死了，把他的尸首烧为灰烬，来给明堂陪葬了。所以明堂被烧呢，它是人为原因。但是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建筑呢是毁自大自然之手。咱们刚才你像说圆明园呐，什么阿房宫啊，这都人为原因。但毁于自然之手的这个建筑也不少。你比方说北魏时期的永宁寺塔，就是被雷击火烧毁的。这永宁寺塔呢，是北魏皇家寺院永宁寺里的佛塔。这个永宁寺塔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它是木质结构，塔身9层，9级浮土啊，通体呢高大概100丈，就直入云霄，100里之外就能看到。塔身呢悬挂120个铃铛，晚上这夜风一吹啊，铃铛啊铿锵响的声音10里开外都能听到，所以它非常非常壮观。所以永宁寺塔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佛塔。但令人惋惜的是呢，这么一个宏伟建筑，建了10来年之后就被雷击火给烧毁了。史料记载呢，是公元534年，有这么一天晚上，这突然间天降大雨，天空中咔嚓一道闪电，结果直接击中了宝塔的顶端，木质塔尖立刻就被引燃了。随后大火就窜入宝塔内，等寺里僧人发现火情，赶紧组织救火，但这火是从塔尖开始烧的，就跟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摩天大厦呀，要上面着火很麻烦。为什么呢？由于压强等各方面关系，咱这水枪呲不上去。那现在都如此，何况古代了？塔尖着火根本够不着。有几个胆大的僧人提着水桶冒险冲到塔上，那你烟得给呛的根本受不了，就赶紧又撤下来。所以塔非常高，再加上火光冲天，第一时间全城百姓都赶过来了。皇上也收到这信儿了，马上派1000禁卫军救火。可是当晚风也大，就是下着雨，这火也是越烧越旺，没法靠近。最终永宁寺塔在几万人的注目下轰然倒塌。可惜宝塔从建成到毁灭不过短短10余年，实在让人惋惜。那么现在呢，这个很多呀，就是被天火劈了的建筑，有的还留一点遗址，你通过它遗址你都能看出当年辉煌成什么样。所以咱们古代建筑木质结构耐火等级非常低，一旦燃烧短时间之内就会付诸一炬。再加上我们在节日和祭祀的时候有烧纸钱和放爆竹的传统，大大增加了火灾发生几率。你看咱们前面提到那个梁山山火，就是因为清明烧纸引发的。所以古人痛定思痛呢，也提前预防，发明很多防火装置、防火材料和灭火工具，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几率和损失。在这方面，中国古人呢在同时期是领先世界的。你比方说避雷装置，你要为了防止和永宁寺塔一样被雷击中，古人发明了很多避雷装置。最早的避雷装置是在汉朝，当时呢，西汉宫中的博良殿呢遭到雷击起火，幸好及时扑灭。为了防止被雷击中呢，这皇上让人献计献策，
有一位巫师啊，他就建议说，把一块鱼尾形状的铜瓦放在屋顶上。这个鱼尾形的瓦式呢，名叫螭尾，传说呢是一种生活在海中啊，能够降雨的神物，有避火之用。所以说这个螭尾呢，就是避雷针的雏形。后来螭尾这名字几经改变呢，由螭尾变成螭吻，又由螭吻变成吻兽。咱们现在你要去故宫啊，你发现这个大殿的屋顶上啊，那正脊梁和垂脊梁上啊，有各种不同的神兽。这种神兽就是吻兽，就这螭吻，不仅能避火，据说还能辟邪，还可以驱逐来犯的厉鬼，保护家宅平安。当然这都是人的美好愿望。那么螭尾之所以能避雷呢，是因为它本身是金属材质的，可以把雷电呢导引下来。你看巴黎圣母院的塔尖上就装一个金属的大公鸡，大公鸡不是法国象征吗？有侧风向和避雷作用。结果着火的时候呢，它随折断的塔尖一起被埋在废墟当中了。但令人庆幸的是，这大公鸡后来被找着了，还没烧坏。那么同样利用金属原理来避雷呢，还有建于明朝的武当金殿，在武当山。武当金殿呢，区别于这个普通的木结构庙宇，它整个是由铜造的，高呢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里边供的是什么呢？是铜铸鎏金的真武大帝造像，非常华丽。那么雨季来临的时候呢，金顶上啊经常会因为雷击产生巨大火球啊，电光火石，伴随震耳响声，使金殿呢就跟置身在炼狱当中。但让人感到很惊奇的是呢，经过雷击之后，金殿不仅毫无损伤，反而原来那个上着铜锈啊烟尘呢都被烧去了，使整个这金像变得更加辉煌夺目。所以这个奇观呢，大家给它起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雷火炼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因为武当山呢重峦叠嶂，气候多变，云层里边有大量的电荷。金殿的这个金属庙身呢是个庞大的电子两导体，带电的积雨云临近的时候呢，就会跟庙身呢产生电弧，这就闪电。那么强大电弧使周围空气剧烈膨胀爆炸，形成巨大火球和声响，最后的电流通过放电通道呢被释放到山体当中，这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雷火炼电的奇观。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呢，有关部门呢对这个物理原理没有搞清楚，所以在1958年呢，出于保护金顶的良好用心，避免雷击，在它上面装了避雷针。结果这一装避雷针呢，破坏了金殿的导电系统，所以自那以后雷火炼电的奇观再就没有了。这避雷装置咱们看它有季节限制，雨季才能发挥作用。要想做到真正防火呢，得从建筑材料本身下手，就增加这个材料的阻燃性，减少火灾发生。这点呢，中国古人很有智慧。你看在春秋时候，就通过把湿润的泥土覆盖在草木这些易燃物表面来实现阻隔火灾，这其实就是涂泥抹灰。到元朝的时候呢，这方法得到改良，因为当时呢人根据五行生克的道理就提出来了，说这火呀，木生火，火生土，这个水克火，所以呢木呢，这火呢得木而生，得水而息，制土而尽。他的意思，木头是火的源头，水能把火熄灭，但是土可以防止死灰复燃。火生土之后呢，这火生土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比方说咱们这个大自然土壤是怎么来的？是各种这个树叶啊，什么其他类的，火一烧，烧完之后沉淀形成土壤。所以到这时候呢，土就是火的尽头了，所以土可以防止死灰复燃。在这个阴阳五行理论支持下呢，当时人研究出新的防火材料，元朝的人研究的，就是呢把这个砖末啊、白陶土啊、桐油啊、芦苇灰啊、石灰啊这5种材料混合到一块儿，然后呢用这个糯米浆糊给调匀，抹在屋子的木质结构上，等干透之后呢，就可以起到防火阻燃作用。咱们原来老梁同学有期节目讲过，这个朱元璋修这个南京的大明城墙，那城墙呢为了防止火灾，也是把这个糯米跟这种材料混到一块儿，就起到阻燃作用。那么在明代呢，砖瓦开始大量使用，人们把这个木质结构的房屋用砖瓦包封，可以有效的避风防火。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法，你比方说在这个木质门板上呢镶一些水膜方砖，并用这圆头铁钉固定。有钱人家直接用铁皮把门包上，再用门钉固定。咱们现在看这种铁皮啊包着木质门，上面钉门钉非常常见，其实防火是其中重要一个目的。那么古人不光防火意识有，为了减少这个火灾发生的损失呢，是发明很多灭火工具。
你比方说水袋水囊，这个更早，就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就有，就是呢把这个马牛啊这些畜生的这个皮呀做成这个水袋，储了大量的水呢，然后呢搁一个大竹子，把它绑到袋口，要这一块着火了呢，就让人呢把这个袋口啊解开，然后这水呢灌到竹子里边。这样的话，竹子做成竹筒呢，遇到火灾，3-5个人把这水袋抬起，顺着竹筒把水猛倒出来，达到救火目的。那水囊呢，比这个水袋呢还要更轻巧点，是动物胆囊制成的，里面装满水，碰到火灾把它扔到火里，直接达到阻止燃烧的目的。但这2种灭火工具呢有很多不足。这个水袋水囊，一个是水少，不适合大型火灾；第二个它没劲儿，没有射程，你碰到高处远处着火就不灵了。后来人发明了机筒。什么机筒呢？机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机。机筒是竹子做成的，一个能够上下伸缩的套筒，2个竹子套在一块儿，把它呢立放在水缸里头，用拉杆呢拉着里头的竹子往上抽起来，水就吸到竹筒当中了。再往下呢，这个压这个套筒拉杆，水就从喷口处喷出了。这个呢就跟这个注射器啊和小孩玩的抽水枪是一个原理，但威力要大得多。这种机筒使用时要2个人操作，射程能达20多米，就能把水呢射到房檐上，能灭火。那么末代皇帝溥仪啊，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讲了一个跟机筒有关故事。他说小时候有一次闲得无聊啊，就拿救火用的机筒喷水取乐，正好这时候过来个年老的太监，溥仪就拿这个机筒冲他喷过去。这皇上喷，老太监不敢跑啊，就蹲在那儿给溥仪喷。结果机筒这劲儿太大，再加上冷水，把老太监给激得昏死过去了。这下溥仪慌了，赶紧叫人抢救。幸好呢，最终人是救过来了，但生了一场大病。多少年之后呢，溥仪对小时候闯祸这个事儿耿耿于怀，说自己年少无知，差点要了这老太监的命。由此可见，这个机筒的威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后来人就又把机筒的威力进一步提升，进行改良，取名叫水龙。晚清的时候呢，南京地区呢火灾发生的比较多。史书记载，从1875年到1903年呢，南京城发生了513场火灾。为了应对这种火灾多发局面呢，大清政府在南京建立一支消防队，叫水龙局。水龙的名字就打这儿来的。水龙呢是由一个椭圆形木桶，还有2个紫铜活塞缸，还有一根横木杆组成。使用时呢，启动横木带动活塞，用压力呢把水从输水带中喷出来。这跟农村那个压力井原理是一样的。就好比把输水带呢连接在压力井口，一压井水就出来了。这跟今天的消防水枪已经高度相似。所以你看，今天咱给大伙讲了中国古人在防火这个事儿上做的这些努力，这就看出中国古人的消防意识还是很重要的。相比之下呢，咱们今天的防火设施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咱们的消防意识呢，有些地方好像还没有上来。在最近的频发的火灾，尤其是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也告诉大家水火无情，无情在于它不可预知，也很难控制。所以咱们最主要的呢，得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你比方在室内要及时切断火源跟电源，室外呢要拒绝使用明火，尤其在易燃易爆地区。所以咱们永远记住一句话，防范胜于救灾。你救灾救得再好，不如你事先防范。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加强安全意识最重要的一个层面。